那种环境是我们在陆地无法体会。到了该到的时间，该回去，大家都已经有所准备，临时有任务，你要继续带下去。那再加上船上有多辛苦，你们可能是想不到的。我曾经有一次航行1个月到南非，到后面那个食物上来，通通有味道。在上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聊到第5天就聊完了，就开始变得非常孤独，开始想家人，开始想女朋友。如果这个兵想的是破坏，我觉得这一群人天天在找我麻烦的，我要把你们一起炸。就你这个任务的变化，如果一直在往后拖，它拖得越长，它的战力会一直下降。好，今天有关于这一场美伊战事，我们要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个，川普吹，他说已经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形成了钢铁城墙哦，但是怎么回事呢？林肯号是立刻传出了一个跳海的危机，美国的航母难道真的撑不住了吗？第二件事情，现在美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爱国者已经越打越少了，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它生产的飞弹却比打出去的还要更多，被解读为根本越打越多。美伊战争现在比耐力会来大逆转吗？第三件事情，伊朗它的攻势，等一下我们也会看以更多元还有不同方向的这种飞弹，不管是无人机啊飞弹，以量来破值，美国防空网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讨论。好，我们先来看到荷姆兹海峡有关于相关的议题，川普最新放话说呢，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了，甚至夸口说呢，美国海军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已经筑起了一道钢铁城墙。他说伊朗根本就没有能力突破，美国想控制多久就控制多久。但是最讽刺的事情是，他的钢铁城墙还在喊，但是要撑住钢铁城墙的航母林肯号官兵却是撑不住了。来看到细节，荷姆兹海峡现在川普说完全的掌握了，但是呢，看到了现在已经在这个当中。林肯号已经布局超过了9个月的时间，从去年的11月出海布局到现在呢，可以说呢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现在5000名的官兵都是处于战时状态，所以看起来精神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那么还有超过200名的官兵家属向美国海军高层已经表达了不满，他们已经非常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了，甚至传出来说有值班的人员真的是受不了了，曾经要跳海哦，所以呢遭到这些值班人员阻止。那部署期间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不管是粮食的短缺、供水不足、蔬菜腐烂、卫生用品耗尽等等的问题，甚至还有水兵哦，恐怕因为真的是待太久了，舰上的医生说，这些人恐怕会有精神崩溃，甚至蓄意破坏的这些举动出现。家属也开始质疑了，说，是不是有一些水兵们因为上头的命令，所以杀害了这些无辜的平民，让这些上面的军官他们也非常的难过，开始怀疑自己的作战目标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川普高喊的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这个叫做钢铁城墙，但是却发现了这个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已经快要受不了了，甚至有没有可能会重蹈覆辙当时的福特号，引爆官兵蓄意破坏。而这样子的案例是冰山一角吗？尤其是这样美军的士气如果呈现这样的状态，真的有办法在中东继续打下去，继续耗下去吗？舰长怎么看？我当过舰长，其实我们舰长最怕的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这次出去航行任务结果临时告诉我一个紧急的一个什么事情，我要继续。因为通常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值，像出去之前，我这次会宣布，我们这次是7天的任务，那我们小海军都很短，7天、4天、5天。那结果到了第7天，他跟你讲说，对不起，临时有任务，你要继续带下去。那我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有啊，有时候好比说出了一个意外，临时搜救，某架飞机灾了，那我临时回不来了。但那时候你还可以看得到，我是为了救生。那多待的天数也是有限的，3天5天，你知道？那你如果到了该到的时间，该回去，大家都已经有所准备，我明天要返港，我已经要跟我女朋友约好了，就冬夏不能回去。然后这个时间越延得很长的话，你知道那是一个很伤士气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很怕，因为我也没有带士气啊。就你这个任务的变化，如果一直在往后拖，那是很难带的。那再加上船上有多辛苦，你们可能是想不到的。我现在说6点他非常辛苦的。第一个，他单挑到了极点。你以为他在那些多彩多姿啊？他睡觉在这，他吃饭在这，他植根在那，就这3个点。基本上他就这样走来走去，永远在我旁边就是。好比说，我们3个一起植根，就这3个人，
失米永远不会出现的，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哇，你完全不会期待任何变化，不可能变化哦，这是一个单调。第二个，食物，他刚刚有讲，食物一拉长哦，那个是腐败的。像我们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航行1个月到南非，到后面那个食物上来通通有味道，那个新鲜蔬菜什么鸡蛋已经通通都没有了，都一上来一个味道就是根茎类啦，什么东西哦，真是很难吃。然后第三个健康，因为这个你知道在船上有植根，那每一个人都要植根哦。那我一个植根一天我基本上是8个小时，为了让大家能够公平，他这个时间一直在往后换。我举个例子，你不能天天都是我值0到4，你值这个8到12，那你多幸福我多苦啊！所以他就每一个推一个，每一天推一个，你就知道。像我在船上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调时差，我有时候想睡觉睡不着，我有时候这个很困的时候，结果我要植根，结果我就在那1个月是我这一辈子心脏觉得负荷不了，我那时候觉得我心脏跳到难受，就在那一次唯一这个发生，就它对你的健康有影响。那第4个就孤独，我跟谁联络？在上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聊到第5天就聊完了，我们还要聊什么？就开始变得非常孤独，开始想家人，开始想女朋友，然后又不知道归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第5个压力，他们在那里不是度假，他随时打仗啊，在那里万一一个这个无人机这样过来怎么样？所以他是有他的压力了。然后第6个是最糟糕，大家注意，军中经常会发生霸凌现象，因为它最容易发生。军中有阶级，我今天要你干嘛你就要干嘛，我叫你跪下你就跪下，我叫你站起来就要站起来。军中这个神节是，如果有一个人整到我，你以为我的上面长官都对我很好啊？只要有一个整我，我就被霸凌。所以到后面越推到后面是这是越痛苦。然后最后会有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然后遥遥无期。他现在已经9个多月了。你说呢？真的是他原来可能就3个月、4个月。那还有一个，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会不会影响他的战力啊？军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存在就是力量。只要这个航母在那摆到，它就有它的威慑力。就算它里面上面1粒弹药都没有，可谁知道它没有弹药？这是存在就是量，这是第1个。第2个，现在所有的战争基本上靠的都是自动作战。我说自动作战就是像我不要说这么先进的船，我们成功舰哦，我的战斗系统有一个可以拨到就是自动化战斗系统，拨过去之后，全船的人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可以抽根烟在那看，他到最后锁定一个目标，告诉我说要射击，他会有个红点亮。那最后射不射击是我最后决定。所有的追踪目标指令、飞弹备变，全部是自动的。所以只要装备正常，它的战力在现代的这种先进的战力，有像他们这么先进的，不太容易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兵只是想自杀，影响不大。如果他想的是破坏呢？对。像上一次那个破坏厕所啦，破坏什么烧一点那个洗衣房的火啦，都还好。他万一如果是一个，我决定跟你知道我已经都不想活了，我还怕什么？我觉得这一群人通通都是天天在找我麻烦的，我要把你们一起炸死呢。我跟你讲，其实那种环境是我们在陆地无法体会的。但是真的很长久的这个东西哦，它拖得越长，又一直在延，它的战力会一直下降。但是它的威慑力还是存在的。好，所以可以看起来这一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林肯号已经在海上布局超过9个月的时间，而且都是呈现一个战时的状态，让上面的军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这一场消耗战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来看到美伊现在到底谁比较能够耗得下去呢？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伊朗这边的弹药怎么回事哦？这个越打越多，但是美国的弹药是越打越少。呈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到《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他说呢，现在伊朗的战法也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学会的是模仿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这种打法，不再追求用一种武器来决胜，他们是靠把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无人机全部绑在一起，从不同的高度、用不同的速度跟方向同时进攻，呈现一个复合式的饱和式攻击。那成果也是非常的惊人。来看到具体的一个成果，上个月伊朗是连续5天攻击了约旦的3座美军基地，其中1天就发射了大约是50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等于就已经是
掉了2亿美元。更可怕的是，这个飞弹烧掉了，但是最后防线还是被突破，造成美军这边的死伤结果也非常的惨重哦。这个是美军的部分，而美军现在包括他们在拦截弹药上面，在手势上面也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因为《纽约时报》同时也披露，这场战争已经使用了1500枚的爱国者飞弹，现在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到1700枚了。那么全国要知道，在去年整体一整年量产的数量只有600枚左右，所以消耗速度是这个生产的好几倍。那反过来看到伊朗的生产速度已经超过每一天它的使用量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它的攻势是从不同面向来做攻击嘛。首先从不同的方向，它现在是从本土向不同的地区发射，包括打的是美军的雷达、视野、拦截火力、指挥系统等等。多种类的飞弹，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了，不管是飞弹、无人机，或者是巡弋飞弹、导弹等等一起做。那多波次同样是先用无人机来发动第一波的攻击，之后呢，再在多段的攻势当中藏着真正的目标，最后是以高阶飞弹来出动。毁灭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个叫做以量破值。赖老师怎么看？目前双方的消耗战呈现一个越打越多的弹药，一个越打越少的弹药，谁可以撑比较久？当然伊朗撑比较久啊，因为这个态势已经很明白，伊朗也打了一个不对称的一个作战，而且呢，他已经把他的经济转变成为一个战时的经济。换言之，也就是说，战时的经济就是维持人民最底层的最底下的这个生活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不再以寻求富裕或是过得更好为主，而是能够先活得下去。那也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们不断的去抓这些特务抓这些异议分子，然后该枪决的枪决该处死刑的处死刑，来削弱他的反对者的力量，同时来巩固住他的国内的大部分的对于他们政权的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跟美国耗更久。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也在寻求经济上的破解，例如说他的能源的运输还是继续在走，那他商品经济就商品的进口寻找不同的管道，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他从里海这边也打通了另外一个运输线，也可能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例如说从瓜达尔港或者是从这个陆运里面那么送进伊朗，所以未来可能他从伊朗这边连通巴基斯坦的公路也有可能会尽快的修筑出来，那么有利于他能够从中国大陆这边把货物运输到伊朗。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目前来讲就是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美国的整个战争思想、战术思想还是很落后。美国完全没有从俄乌的4年的战争中吸收到任何有价值的战争经验，所以美国以一个非常落后的军事思想去面对一场新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是美国所挑起来的，结果用落后的战争的思想去打一场新的战争，而美国目前来讲承受到它不可挽救的一个失败。这第一个就是您看到了，其实您提到说这一波的战争从2月严格上来讲2月28嘛到现在，可是他真正打的时间1-2个月而已。可是这1-2个月的时间消耗掉美国它的所有的防空导弹的1半以上。换言之，也就是说，它1个月的战争强度还不是很强就可以把美国1年的爱国者的导弹的生产量全部耗尽。1个月，可能1个月不到，美国1整年的所有的导弹全部都消耗光了，这个是可以想象的。那等于是之后美国就全部挨打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由于美国的战争思想落后，然后他的战略思想落后，他对无人机跟导弹的搭配使用，他束手无策。他甚至连反无人机的手段，到目前为止，他却还是使用非常旧的、传统的，以非常昂贵的爱国者的导弹、标准的导弹来去拦截这么便宜廉价的无人机导弹。而他自己本身却完全没有这个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真正的这种以量取胜的制空能力。这代表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其实败势已经摆得很明白了。好，那同样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呢？这个等于伊朗已经找到美国的弱点了吗？我觉得现在美国面临到4种不对称。第一个，我们讲了很久的，也就是成本不对称。
也就是弹药成本的不对称。伊朗的一个无人机2万美元，美国呢，如果要拦截爱国者飞弹，如果是3型的话300万，2型的话呢200万。那美国所发射的战斧飞弹1枚大概是也300万到600万，然后呢，这个标3那更贵，所以这一些都已经库存的第2个不对称就是库存。那现在库存不对称，看起来伊朗还是拥有蛮多的无人机跟这个飞弹。那第3个不对称是什么呢？第3个不对称，简单讲是地理不对称。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个不对称。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第一个他不敢打地面战争，第2个它的成本跟库存的不对称对他来讲是蛮大的影响，因为地理上的不对称。怎么说呢？第一个是在荷姆兹海峡的地理，第2个是在伊朗他自己本身地缘跟地形的高原堡垒的这个地理，所以呢，荷姆兹海峡在地图上那就是就是伊朗旁边，这个你怎么炸也炸不掉，也移不开，所以呢，伊朗基本上控制荷姆兹海峡，这个造成一个不对称。那第2个呢，就是美军你就算在海湾地区有这些基地，可是事实上你都是用轰炸，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距离伊朗可能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因为你担心你的船舰或者是基地遭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从第1波之后呢，你看它就移到约旦去，甚至更到地中海，然后呢到印度洋的迪埃戈·加西亚这个岛屿上。所以它的整个光是战机起飞，它可能要加1次油才能够返回。因此，这种不对称，地理上的不对称，使得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伊朗可以轻易的攻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也使得美国必须要花更大的力量跟成本，然后更多的这个弹药来去轰炸伊朗，而他不敢打地面战争。第4种不对称，这个最关键了，什么东西呢？消耗不对称。伊朗其实你不要看现在伊朗这个受创很深呐，它的基础建设、桥梁、军事设施，从2月28号打到4月7号的38天，美国说他打了15000个据点。你不要忘记，以色列打了15000个据点以上，然后呢死亡3000多人，对，美国死亡18人。所以伊朗的受创，它的基础设施、民生设施、经济、能源，可是他们的韧性撑下来了。但是呢，撑下来之后，美国这边被消耗的是什么不对称？国际能源压力的不对称，美国的经济、油价、通膨、选举的压力、人心、民心的这种压力的不对称。伊朗撑过来，美国现在是说他要继续给你消耗，消耗到后来让你伊朗受不了。但是美国能撑下去吗？所以消耗也是不对称。当然了，美国现在也在发展，就是他们的就是不对称的武力，也就是说，他也用低价的无人机啊，或者是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低价的攻击性武器。可是，在这种4个不对称之下，特别是地理不对称跟消耗不对称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要继续打这个战争非常困难。好，今天的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伊朗的最新消息，这一场冲突又再次的升级了。他说呢，他打击到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甚至摧毁了3架的 F-35战机，造成了大量的美军人员伤亡。那么我们知道 F-35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制空的象征。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防线，锁定到F-35所在的位置，可以说就是直接撼动了美军的空优神话。如果真的精准找到 F-35的位置，也代表说这当中可能伊朗是不是有获得不管是在卫星侦察的能力、情报的渗透，还是有盟友在做支援呢？等一下请李将军来帮我们看。除了打到 F-35他宣称的战果之外，还有多名美军人员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有伤亡的情形。伊朗在多线的开战，包括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攻击，也对海湾地区的这些各种设施来发动攻击。当中其他涉及到的这些波湾国家还
包括了科威特、巴林等等的据点都被打。那么在这当中，目标从空军的基地、雷达系统，一直到后勤的设施，都是伊朗锁定的目标。除了多线打击，在海上也有了一个最新进度。伊朗它的这个攻击点现在来到了地中海，埃及的地中海这边了。2艘的天然气船在遇袭之后是立刻爆炸，其中1艘船还是美气的船。川普听到之后气炸了，他说呢，没关系，这只是老把戏，接下来我们会好好的来痛击伊朗，轮到我们真正可以出手了。而比较奇怪的事情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突然间有了他的一个角色。科威特证实说，在伊朗的一次攻击当中，竟然击中了中国大陆在当地的一间建筑公司一间公司的建筑造成1个人死亡。外界担心说，为什么会打到中国的这个企业去了呢？难道中东战火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安全区域的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吗？那么我们来看看川普针对于中国的角色也蛮吊诡的。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川普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大陆有提供400套的监射飞弹给伊朗，怎么他现在今天又在提中国，说要制裁多家中国的航运公司，原因是因为多艘的中国影子舰队在暗中资助，买了伊朗的石油来资助伊朗的经济，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川普要说这样子的一个话？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为何这一次把攻击重点放在我们刚刚讲的美军的空优神话 F-35，还有美军的基地。如果 F-35是在基地遭摧毁的话，代表说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部署情报？那他选择打 F-35是要打击美军的空优神话吗？厉将军怎么看伊朗的战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伊这场战争现在主动权已经完全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的这一波的攻击不是跟3月份那次不一样，3月份那次我们可以称之它对美军是报复性的攻击行动，但是我认为这次伊朗攻击美军的，包括到在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还有这个约旦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伊朗是主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在做打击。那他现在来讲，你很明显，他打击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能源设施，目的是在哄抬油价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他会来在谈判桌上面跟美军的谈判。第二个，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打击美军的这种不管是雷达站或者是电子设施，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那这次最严重的是打击约旦的基地。这次约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 F-35战机确实是这个非常的这种神奇我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要 F-35战机是美军的5代战机它是隐身式战机，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踹门者角色。也就是说，美军如果要对伊朗攻击来讲的话，要实施空中的打击，它一定是用 F-35先期进去到伊朗国土里面，然后打击伊朗的雷达站或者是导弹设施，然后将这个对空的武器都摧毁掉之后，后续才是美军的 B-1 轰炸机或者是这个 B-52轰炸机才进去轰炸大概整个美军程序这样，所以伊朗这次优先打的就是 F-35，我将你踹门者角色打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攻击我的雷达站。那这次为什么可以这么远打到约旦基地的 F-35战机？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美军真的从越战以后到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知道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们的 B-52轰炸机是怎么被干掉的吗？被越共用什么方法干掉吗？越共是要停在美军的机场外面，扮成农夫每天拿望远镜看，就看到 B-52就固定停在那个停机坪，它固定停在那个机坪，它算好以后你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这架飞机就一定停在那个停机坪，然后它就在机场外面用一个60炮的炮管它还不用脚架，它就炮管放在田里面。然后那个角度方向都算好，又放在那边田里面，然后越共叫那个农夫就在那边种田那个农夫，然后你拿着3颗炮弹，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把这3颗炮弹丢在这个洞里面然后那农夫就过去，咚咚咚，就3发炮弹过去以后，这个就把那架 B-52炸掉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将他的 B-52不敢停在越南，他停到哪里？停到我们台湾的清泉岗基地。那这次是不是也是用同样方法？
我相信伊朗一定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几架 F-35战机固定的时间停在那个停机坪。他用什么方式侦察到的？可能是用卫星啊，可能是用这个地面上面他们是不是有情报人员先期掌握到这几架飞机就固定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什么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导弹攻击这个从导弹发射，你不是说是一发射1秒钟之后就命中目标嘛？这中间会有一段的时间差。我导弹射击之后，那为什么这架飞机刚好就停在那边，它不会移开？那可见的它有及时的情报啊，今天可能停这边，明天可能停什么地方？那如果说要能够得到及时情报，第一个是天上的卫星，我随时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停在这个停机坪啊，或者是地面的这种先期渗透的人员在那边用望远镜就看到这个飞机就现在正在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信号回去给伊朗的本土，伊朗这导弹就发射。所以你要看到一次摧毁3架绝对不是偶然事件，不是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说这飞弹过去，就刚好你这个飞机就这么凑巧被打到。你说打到1架有可能，打到3架，那一定是很周密的作战计划，才很周密的周详，从情报的获得到实验上的掌握，到弹道的计算，都非常的缜密，才可以一次摧毁3架这个 F-35。我相信这摧毁这3架 F-35是同一枚导弹击中的，还是区分3枚这当然后续来讲的话，这就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伊朗可以。它的第一个导弹很精准，第二个它的即时情报非常的精确第三个美军从越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长进就跟当初越战的时候被 V52被越共用农夫60炮就把你干掉，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从这一次伊朗攻击这个F-35也可以看出，是不是伊朗在于它的导弹的精准度在大幅的提升，另外还有在卫星跟情报战上面，是不是他们获取情报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同样的问题，等一下就 F-35请干哥也来带我们解析一下。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这一次的攻击，它的飞弹还波及到了一间中企业，这件事情也是蛮奇特的，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是说美军周边的这些基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吗？再来就是会讨论到川普的部分了。最近一直在指控中国，先是说中国提供伊朗400套的这个监射飞弹，又说中国大陆现在影子舰队一直在资助伊朗的石油。那针对此，干哥怎么看？好，思敏，你会觉得说，美国的这些飞机，就像这个将军讲的，他们是蠢到不知道要分开放吗？还是继续摆在一起？为什么？那就叫什么？那就叫看不起你。你找不到我的东西，所以这一次会一次3架被命中，我觉得这里面情报的错误有很大的问题。不过我现在要特别点出来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他在今天的声明里面，他特别讲到一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句，叫做“感谢约旦人民”。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会突然讲这一句话？我把他声明完全看完了，看到这一句，我就吓一跳。感谢约旦人民的意思是约旦人民当内鬼的意思，是不是？这就印证了将军刚才讲的，就是说他绝对是有什么，他有地面的人在协助他，他才知道说这飞机在不在。我们不要打空包弹，我们打过去的时候必须要命中，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就像我们现在也在分析说，究竟他是用1枚飞弹能够击中3架，还是他是用多枚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子的。距离跟准确度必须用弹道飞弹，而不是无人机可以轻易达到的。除非你给无人机最正确的目标坐标，不然的话，你说要这样子能够击中它，而且它还附带造成的设防的损失，而且有技术人员丧命，甚至还有军官丧命。如果因为你要晓得，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有别于之前的攻击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这次击中的是 F-35，它不一样，它的代表意义跟象征意义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击中一般的预警机、加油机不是这种东西。你击中的是单价要1亿2000万美金的美国最先进的逆中战机的时候，那我坦白讲，情报工作就成功了，非常成功，而且一次能够打中3架。不管这3架的毁损程度如何，请问美国中央司令部到现在为止
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应？讲话啊，到底有没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应嘛，你怎么完全没有反应呢？是不是你要默认了？还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估计损失当中？所以你没有直接否认，对，没有直接否认，我就当做你是默认哦。你真的 F-35真的被人家飞弹打到，伊朗的飞弹技术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他的情报工作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你都没有反应。再来我们就要讲了，你除了看这个东西技术提升之外，还打到了科威特的什么的中国公司啊！天哪，怎么会打到中国公司呢？那情报是不是出错了？坦白讲一句，这里面就有蹊跷了。他打中了中国的在科威特北部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可以看得到伊拉克。就是说，因为那个科威特跟伊拉克其实是接壤的嘛，所以说已经进到了可以这么接近到可以看到科威特领土了。然后呢，在这次的这个飞弹攻击之中，他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是飞弹还是无人机，但有一名工作人员丧命，但是那一名工作人员好在不是中国籍，是尼泊尔籍的技术工人丧命的。伊朗现在可以打到科威特这么远的地方，又可以打到这个约旦的这个 F-35，那你这样就已经开始心里有点毛了。他竟然还打到埃及去了，所以川普才会讲啊，老把戏，这怎么会是老把戏？打到红海了，天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多面开战，而且多面都能够打赢，都能够击中目标。然后，但是川普现在顾左右右而言其他，说中国提供了400枚肩射飞弹。这些目标命中都不是肩射飞弹，也就是单兵攻击武器可以打得到的，是长程弹道飞弹，或长程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才能够打得到的。所以川普，你不要这个转移焦点，然后你最后还骂了说是中国航运公司是协助伊朗的这个影子舰队。我坦白讲一句啦，中国要是真的是伊朗舰队的话，你的证据都还没找到，所以不要信口开河。就常常听到川普这样胡说八道，到底现在你们的战损是多少？先讲这个比较重要吧。好，所以现在伊朗它的战略目标也非常的清晰，那它的战法也非常的清楚哦。除了多线开战之外，我们看到它的飞弹射程，甚至是可以几乎涵盖整个波湾地区的，让美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张。所以最新消息我们看到，美国在停战了5天之后呢，在昨天又在开始启动了战争。这一次一狂轰就轰了2个小时的时间，打的是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数十处的目标。好，这当中包括了有军事指挥中心、飞弹、无人机设备。还有沿海监视、防御海上作战的地方，造成现场满目疮痍。甚至呢，美方现在还提出了接下来要来做一个叫做14天的新战法，要狂轰革命卫队哦，包括了他们的这个重要的伊朗的补给线啊，要断了它的这些陆运的运输的枢纽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在红海这边同样有第2战线哦，包括了也门胡塞组织跟伊朗在这边开启的第2战线。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正式的推动，联合了14国组织这个叫做海上防卫联盟，一起响应来维护红海。是不是他们不再信任美国可以保护他们了呢？那现在国防部证实说，包括了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有埃及、苏丹等等的国家都支持这一项提案。苑老师怎么看？首先是有关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召14国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是不再信任美国了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川普说了，接下来要轰炸伊朗14天，而且他也转向了伊朗的海陆补给线，他真的会去打吗？这是一场新的另外一场的消耗战吗？苑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非常明显啊，因为那个大家发觉，刚刚我们将军提到了这个伊朗化被动为主动，原来的话呢，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战争，现在伊朗主动攻击，还宣布战果啊，打掉的战果。就是说是在卡达的话呢，就是有这个 F-35，还打掉3架。那么这个形式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已经非常清楚。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的话呢，有美国在中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包含的国家，像吉布地的话呢，大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它就是准许各国的军事在里面设施，是离的那个胡塞武装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曼达群岛的那个地方。那另外的话呢，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话呢，跟巴基斯坦联络，其实就跟中国
联络，那这就慢慢扩大。巴基斯坦、沙特跟这个伊朗之间，大家不要忘了，2023年有个在北京签的北京协定，里面也讲到关系了。那么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东的国家的话，加上土耳其也在中东里面算是军事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的话，有美国在只会更乱。然后伊朗这个态度很明显，就是只要有美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干到底。管你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他们要自己来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战事不宜扩大，因为中东现在就是扩大，伊拉克、叙利亚，然后这个黎巴嫩南部，然后胡塞，然后再加上哈马斯，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那现在刚刚我听到将军在讲，说是美国好像从越战以来都没进步，我跟你讲是退步，所以连我哲学家都懂，因为这个打仗，我跟你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听过打仗说阵法呀，或者说是武力装备，没有先讲说我只打14天，没听过给自己时间做限制的。万一你到了第14天，你突然死了2个人，现在美国最近死了一个德州的女孩，又死了一个在夏威夷的男生，哇，国内抗议的不得了。所以川普这边搞，我跟你讲哈，一想这个就不对。什么叫14天战法啊？你如果是为什么打了5个月了，已经打5个月，突然冒出个14天，我告诉你，140天都结束不了。就这么简单呢，对不对？大家就心里了解。好，今天3个大主题有关于美伊战事，也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析。首先，我们来关心川普说要狂打伊朗，但为什么此刻又突然间喊停了呢？美军是为了说要保护这些波湾盟友才踩下刹车，还是发现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要打的话，代价实在太大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有中俄提供伊朗在技术跟情报上面的支持呢？第二件事情，现在伊朗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特别做的一个独家报道，说他正在密谋4路要对美国来做进攻，甚至呢，现在已经确定的是锁定了美军的后方指挥系统，已经造成了最新伤亡数字来看到美军伤亡18死624伤，重点来了，这个数字还不是伊朗给的，是美军的五角大厦给出来的伤亡数字，而且被打的很多都是军官跟指挥人员比例偏高，就是这些比较高层的人，代表美军的优势正在被瓦解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武器面了，不管是爱国者的库存暴减60%，或者是萨德现在也都快被消耗完毕了。这个美国的弹药是否亮起红灯？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来深度剖析。还记得吗，观众朋友？前几天川普才放话说，美军已经上膛，准备要对伊朗发动下一波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没有想到，才过短短的1天，突然间宣布暂停了。川普总要给个理由吧，于是他就说呢，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国家希望我们不要打伊朗了，这当中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联跟卡达，因为呢这些国家说，一旦战火全面升级的话，后果是导致整个波湾地区会一起陪葬的。要知道川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跟伊朗有关系呢？因为伊朗在前几天曾经说过，只要美国或以色列真的敢攻击任何伊朗的能源设施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攻击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的油田，还有卡达跟以色列的天然气设施，都可能列入报复名单当中。所以川普只好喊停了吗？好，这件事情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川普真的会因为波湾的盟友说帮我们吧，先不要打伊朗而暂停这一场战争吗？还是美国自己内部的军事体系出了问题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有关于美军的伤亡数字。好，现在看到是五角大厦最新公布的18人死亡，624个人受伤，是不是因为这数字其实已经太惨烈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新一轮的伤亡，接下来美军说呢，都会归入在海外行动的特别的类别当中，不会再列入这一场战事美伊战事的战争当中了。现在被痛批说，是不是你要淡化目前美军的死伤人数呢？好，更难堪的事情是，伊朗打的还不是最前线的这一些前线士兵。来自《华尔街邮报》特别做的报道说，光是今年3月份，美军科威特基地遇袭，不但造成了美军死亡，达到了数十人受伤，但是重点来了，都是这些美军的高阶的指挥官受伤，在袭击当中甚至还遭到脑震荡等等的伤害。而我们进一步来挖深做分析，美军这一批伤亡名单当中，确实都是以军官、士兵、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的这些比例偏高。什么意思？
伊朗打的不是前线的士兵，而是在背后指挥、维修，还有跟通讯有关、后勤作业有关的最重要的骨干。另外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精准率在大幅的提升，现在也在说有没有中俄在这背后做支援呢？所以外界质疑中国提供的是北斗卫星，俄罗斯提供的是目标定位的资讯，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先来看川普为什么突然间塌口了，是他发现这个死伤真的太高了，没有办法再打下去吗？那么伊朗能够打进美军的后方，精准的猎杀，不管是他们后面最重要的指挥官、情报设施，这当中是伊朗自己靠自己的技术，还是有中俄的技术在这背后做支援？委员怎么看？对，我想以伊朗跟中俄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相信中俄对于伊朗绝对不会袖手旁观。那么只是中俄在操作这个相关支援的这个管道跟方式都相对很低调，所以也很难让美国抓到把柄那么先前美国曾经透过媒体放了一个讯息，说中国大陆这个秘密援助了这个伊朗400枚飞弹那么所以呢才会导致到现在的伊朗的这个战力大幅提升。可是很快的北京政府就否认了那么你说这个伊朗的飞弹打得越来越准是因为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卫星或情报的协助吗？我相信当然有其可能不过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原因就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伊朗才把它真正的压箱宝拿出来。所以先前比较不准的，那是为了要消耗这个美军的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系统那现在他拿出来的是这个相对高阶的这个导弹那么当然这些飞弹的准度就会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美军在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雷达防御系统、这个防空系统都已经被消耗跟摧毁了，所以呢，他要打到就不是这么难的事情了对伊朗来说，那当然命中率就大幅提高，这个伤亡的这个情况也会严重。然后呢，你说第三个，就事实上有很多的卫星是商用卫星，它其实不是军事卫星的。所以你说伊朗在国际上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商业卫星，它要去出租，它只要付得起钱，这样的商业卫星是一样可以提供服务的那么，但是我回过头来讲，其实川普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的是，各位知道现在是美国要打伊朗，所以这又是主场跟客场的问题了。就美国现在是客场，他要千里迢迢的把他的部队投射到这个战场来。过去美军是靠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基地来做兵力投射，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美军在波斯湾的主要的几个基地巴林它有第5舰队的总部，它有一个空军基地；科威特它有陆军最大的这个后勤补给的中心叫多哈营地，它也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卡达它有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阿联酋它也有一个空军基地，沙特它有2个空军基地。但是各位看一下，在过去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的空军基地无差别的都被这个伊朗清洗了好几遍了，包含像沙特，他已经直接宣布禁止美军用他的空军基地对这个伊朗发动攻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基地，不管是海军的、陆军的、空军的，都已经被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那大家就退回来想说，那美军的兵力投射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第5舰队的这个总部已经被摧毁掉了，第5舰队根本没有办法运补，那你第5舰队的补给该怎么办？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到阿曼的杜库姆港。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到阿曼的杜库姆港，阿曼自己也要掂量就是说他会不会因此而招致来自于伊朗的攻击呢？所以我并不认为阿曼的杜库姆港是美军或者是阿曼最好的选择。那最后他只能拉到哪里？他只能拉到印度洋中部的这个迪亚哥加西亚岛去了，那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不至于被伊朗的这个导弹或无人机攻击。所以大家看到了吗？美军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它兵力投射的困难它现在的这个原本的这个 F-35是在用约旦的空军基地，现在约旦的空军基地也被摧毁殆尽了。最近看到他干脆只好用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来做他这个 F-35的投射这个起飞了。所以当美军现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兵力投射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坦白讲，你说在这个时间点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打下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说对中东的国家来讲，他们当然不希望打下去伊朗现在还没有打的是什么？伊朗现在只是小试身手，打了一下这个 AI 的几大巨头在中东的运算中心可是各位知道
AWS、Amazon 在沙特、在阿联酋、在巴林都有 ，Microsoft 在阿联酋、卡达、沙特跟以色列都有 ，Google 在沙特、卡达、以色列，这个甲骨文在沙特跟阿联酋，这运算中心一旦被打击，各位知道一个运算中心的成本超过50亿美金。这个运算中心一旦被打击下去的话，这对整个美国的 AI 产业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更不要讲说波湾的国家正准备要靠这个 AI 来创造另外一波的经济荣景哦。所以对这些波湾的国家来讲，在此时此刻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美国混下去啊。对，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攻击，它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晰的锁定大部分都是美军的重要的基地，也就是会直接冲击到美军它的重要的补给、兵力的补给等等。那另外一方面，也同样这场战争已经延烧到了许多的波湾国家都因此受到影响。那现在最新呢，还有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报道说，其实伊朗现在正在秘密的布局下一盘的大棋，而且接下来会从4路来做进攻，采的就是多线计划。这4路包括会有了他的代理人战争，像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运动跟伊拉克亲伊朗的民兵，只要美军扩大攻击，这4路就会一起齐发。那伊朗的分析人士指出呢，他们正在下一盘宏大的西洋棋，等到对的时间点跟地点的时候，就会发挥最大的效益。另外，我们也来关心美军的死伤人数，现在达到了五角大厦说的18死跟624人受伤，但是他们也说了，最新的这些伤亡会列入海外行动当中，被批是不是要淡化死伤人数？就这个问题，杨老师怎么看？另外，是不是美军轻忽了有关于他们的防空系统的能力？杨老师怎么看？美国现在18个人死亡，620到640人受伤。不过这个里面呢，军官比例偏高。大概这里面有400多位是陆军，为什么？因为在科威特，它是陆军为主的就是基地，那而且刚才谈到，它是指挥所，它是后勤，它甚至是一些防御的中心受到重创，而在这些地方，其实军官的比例都比较高。陆军大概在受伤的620位里面有400名是陆军，而这里面呢有64位是军官。所以这个比例就蛮高的。那这只是显示说，它被攻打的这个基地事实上是以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项目为主。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几十年下来，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竞争对抗打压，然后呢，这过程当中，美国还陆续的攻占了阿富汗、伊拉克，然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地方用兵。那可是呢，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会对伊朗用兵，而相关的准备几乎是一夕之间就被翻盘。那我的感觉，他们还是比照像以前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一样去打伊朗，也就是说，除了斩首之后，就全部的各式各样的飞弹，然后呢，在海上发射，在飞机上发射，然后去轰炸，那把所有的这些指挥据点或者是桥梁或者是军事据点给炸掉。伊朗应该军事就会瘫痪，革命政权就会瓦解，结果刚好相反。为什么？他们忽略了几个这种不对称作战最重要的关键。其实连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地理因素其实先决定了一切，因为伊朗是一个高原堡垒，而乌克兰是连接各国，所以它的后勤不断。而伊朗呢，它的高原堡垒把它的发展出来的飞弹跟无人机给提升了2成3成以上的这种攻击的效力，然后呢，相对的呢，它没有任何有效的就是防御，他以为爱国者加萨德，那你是在跟谁作战？你跟俄罗斯吗？事实上，这种低速的无人机造成整个刚才我们谈到大多数的伤亡都在这边。不过这边补充一点。伊朗也死了大概3500人，美军的估计，伊朗死亡来到6000人，伊朗受伤是来到大概35000到4万人所以这个说美军这边伤亡惨重，其实是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新闻的报道。是，因此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这一场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就告诉我们一个现在新型的战争这种不对称的优势其实是这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刚才提到。那伊朗的反击当中，对于军事基地，那接下来呢，对于能源设施，然后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对于 AI 的这些资料中心，还有第4个，
这个第4个是让川普真的不敢打下去了。他列了一个名单，所有川普家族在这个区域的投资的财产，包含川普大楼，因为有些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是借来这个挂名的，但是呢，当然会跟他有关系，总共加起来170亿美元，所以然后他的家族又投资了很多，他的这个女婿的基金也投资了很多，都在这个区域。伊朗把他名单列出来，你再打我就打这些设施。川普马上说我们不打了，我们8月3号要谈判。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目前的最新状况，并且还有看到他的死伤人数等等。那其实呢，美军它另外一个状况，现在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武器库存，现在已经越来越不足了，尤其是在防空武器，它的弹药正在快速的消耗当中。刚刚看到的是五角大厦公布的死伤人数，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他们的飞弹，还有的拦截飞弹的数量了。先来看爱国者，先前是2300多枚，那一度是下降到1000枚，这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现在最新数据预估可能只剩下759枚，最低啦，最低点的话，这样的数字代表是这个一减少了大概60%左右。爱国者防空飞弹同样现在只剩下250枚左右。那大家就说了，那赶快速的生产吧，然后下单吧。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出来，大概要2到4年的时间。接下来怎么办？如果真的开战，伤亡还会再持续的增加吗？吕舰长怎么看？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啊，就是现在伊朗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打你川普的资产，这个就印证了圣经里面讲的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他现在就不太敢对伊朗动手了。那这个就是他资产的部分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论是阿联酋，那他有这个大楼以及高尔夫球场，在阿曼，那他也有这个相关的度假村，那在沙乌地也有，那在这个我们讲到说卡达的部分，通通不一而足啊。那对不起，那个川普真的是怕自己借来的钱那出了问题啊。那我们以前听到伊朗的飞弹都长成什么样子，听到的都是泥石啊，听到的都盖德尔、伊马德的这些，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完全不是啊。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旧的飞弹，新的飞弹是长成什么样子？新的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巴尔谢坎，也有一种翻译叫做破城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标准的双锥体可控制翼，也就是它进入到大气层之后，它可以改变它的一个那个航向，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行进。那另外呢，有关于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之前也实际上被这攻击过。那这一个呢，当初当然是没有攻击到了，攻击到美国一定下得更远。那这一枚飞弹叫做什么？这一枚飞弹，其实呢，它叫做这一个霍拉姆沙赫尔4型，都是我们以前很少听到。他以前告诉我们只飞2000公里啊，可是从伊朗最南端飞到迪亚哥加西亚岛就是3862公里，可见它隐匿了一半射程。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射程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原来让我们知道的都是这个比较短程的，例如说黄色的、橘色的。那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它的实际射程可能都是红色的，甚至紫色的。那这也就是他之前提醒啊，保加利亚，就是你再让那个飞机从你这个国土起飞来打我伊朗的话，你要想一想啊。那也就是说呢，它直接的威慑我们讲到的这一些欧洲国家。那另外，飞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当初引以为傲的那个 PAC-3 MSE 的部分，它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的萨德飞弹一样。我们大家看它起飞那个发射的时候，它的侧推它有系统的，那也就是我这里画红线的地方，这个红线我们看到它有非常多侧推的部分，它侧推的部分就可以直接改变它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原来都是要应对弹道飞弹的那个拦截的，但是这张图我是引用标准3型啊，让大家参考。那但是呢，现在他为什么跑回去买标准2型？因为他发现他攻击的都是见证者136这种无人机，根本不需要这么好的啊，然后所以他回头去买
标准爱国者2型的防空飞弹，那它其实是这样一个破片杀伤的一个过程啊。那刚刚其实主持人跟我们讲了有关于数量的部分啊，这个数量的部分其实是真正最严重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在4月那个时候准备要进行和谈的时候，其实对于爱国者来讲，他从原来的2300枚，然后已经降低到1430枚左右，但是现在的数量更低啊。那这一个部分，它还是从全世界通通征调来，这个也就是海湾国家最怨怼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你们通通都去防约旦、防以色列，可是呢，海湾国家一颗飞弹都拿不回来。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影响了未来的地缘政治，也就是大家还会跟你美国站在一起吗？